欲望。在神话故事中，潘所创造的音乐被连上放纵和风流的形象，音乐更是被视为有动摇灵魂的力量，并且能够立即产生愉悦。柏拉图认为，音乐则是与上帝沟通最直接的工具，甚至将它视为无法控制的感官。这些都说明了音乐和欲望的关联。不管是物质生活、美食或是爱情，都是人类会产生的欲望。这张图片中吹着木笛的人眼睛正看着穿着暴露的女子，而图片最左边的人手指头正指着吹木笛的人的乐器。这样的动作使他们成为整张图片的重点，而水果和音乐都有着欢愉生活的意义。在荷兰著名画家博斯的《七宗罪与四末世》画中，讲到7个分别的罪名，分别是傲慢、愤怒、嫉妒、贪婪、暴食、懒惰以及欲望。在欲望的图中，橘色帐篷里有一对正在调情的男女，而帐篷外面的桌子上摆的是酒和美食。图片正中央所呈现的呢，则是有2个小丑，他们正在取悦躺在地上饮酒作乐的人。而图片前面有许多的乐器，其中一个就是木笛。虚荣派画作，在艺术史上，虚荣派绘画属于静物绘画之一，它的特点是表达人生中事物的稍纵即逝。拉丁文中的 memento mori 意思是记得我们终将死去，也就是指人类在追求物质和虚荣都只是短暂和一时的欢愉。在这样的静物绘画中，有些物品有着特定的象征，像是象征死亡的骷髅头，有暗示意味的羽毛钢盔，沙漏象征着时间的有限，虚荣的贝壳，娱乐的扑克牌，书本和雕像则是代表人类的知识，而乐器象征着感官的享受以及艺术的灵感。虚荣画在巴洛克时期的荷兰非常流行，木笛正是当时非常兴盛的乐器，而木笛在画作中有几个特别的寓意：听觉的享受、生命的短暂，或者是鱼水之欢。这幅画算是比较特别的虚荣派画作。图中，女孩正在浴室里面梳妆整理，浴室的墙上挂着许多的乐器，女孩脚下踩的是象征死亡的骷髅头，而女孩手中的镜子象征着自我反省、人生过度的享受。木笛在虚荣派绘画中的象征及寓意也反映在文学上，其中在 Jacob 的小说中提到 The best food comes from a donkey's bone， 最好的笛子是用驴子的骨头所做成的。这背后的含义是，驴子一生拥有它的骨头，而它最终即将死去，在它死去之后，它的骨头被做成人类拿来听觉享受的乐器。也就是说，所有带来愉悦的最终都会消失，那也正是虚荣派画作的意义。